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7月15日星期二，佛历8月下初五，万象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2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基普，涨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0.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97基普，跌幅 0.15%。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65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35.02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7.8 点，涨幅 0.59%。开盘 1327.22 点，最高 1335.02 点，最低 1324.02 点。成交量54万3000股，成交金额2亿5824万5千吉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55吉普。交易量43万70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50基普，交易额1亿5938万1千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89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4万基普，跌幅 0.11%。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7月9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4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73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21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新南诺国家公园成为首个世界自然遗产。7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定老挝新南诺国家公园为跨国界世界自然遗产，这是老挝的首个自然世界遗产。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4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此项决议。新南诺国家公园与越南的风牙吉榜国家公园自然世界遗产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跨国界遗产地。这两个公园共同符合3项世界遗产标准：杰出的地质和地貌特征，杰出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以及全球性珍稀或濒危物种的栖息地。该遗产地保存了世界上最完整的湿热带喀斯特地貌之一，其演化可追溯至约4亿年前。它拥有独特且多样化的地表和地下喀斯特地貌，例如寒松洞和色邦菲地下河洞，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宽阔的洞穴通道之一。在生态多样性方面，该地区拥有丰富的陆地雨林、淡水和山脉雨林生态系统，为独特的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包括风豆草、秋海棠属植物以及洞穴特有的无脊椎动物和鱼类。此外，该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丰富，共记录了数千种维管植物和数百种脊椎动物，其中许多是全球受威胁物种或老挝和越南的特有物种，例如巨型洞穴蜘蛛。它还是多种高级灵长类动物的栖息地，其中4种是该遗产地的特有物种，包括南白颊长臂猿和懒猴。2. 朗丹塔省向香康村居民捐赠种牛。近期，朗丹塔省省长代表家庭向新县香康村的偏远居民捐赠了100头牛，总价值18亿基普。此次捐赠旨在改善贫困地区民生，为居民创造就业和收入，通过养牛提高家庭生活水平。获得种牛的家庭需具备勤奋和养殖能力，并将从今年至2029年饲养这些牛。项目成功后，种牛将被推广至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帮助更多家庭自给自足并销售产品，最终成为畜牧养殖的典范。3. 老挝羽毛球队斩获1金3银7铜。老挝国家羽毛球队在7月7日至12日于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南亚羽毛球锦标赛中表现出色，共获得1枚金牌、3枚银牌和7枚铜牌。在7月12日的决赛中，
普沙湾达奥帕西在女子单打项目中战胜柬埔寨选手，为老挝夺得历史性的首枚金牌。其他银牌获得者包括男子双打的塞法西里恩和塞亚宋科乔组合，混合双打的塞亚宋科乔和普沙湾达奥帕西组合，以及女子双打的苏蒂达西巴瑟和阿米娜本勇组合。这些成绩标志着老挝青年羽毛球队的重大突破。4. 琅勃拉邦佳丽荣获2025年老挝丝绸小姐桂冠。7月12日晚举行的2025年老挝丝绸小姐选美大赛中，来自老挝各省的24位佳丽齐聚一堂，角逐桂冠。最终，来自琅勃拉邦省的美丽姑娘索里亚塞萨尔脱颖而出，成功摘得2025年老挝丝绸小姐的称号。5. 老挝商品生产促进基金指导委员会讨论促进生产。上周末，老挝商品生产促进基金指导委员会会议召开，由副总理沙伦塞贡马西主持。会议旨在落实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通过应用现代技术提升生产质量和标准，建设强大稳定的生产和服务基础，满足国内需求并促进出口。副总理指出，指导委员会已向全国3357家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与实际需求相比仍有差距。主要障碍包括部分生产单位难以满足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以及过高的贷款利率和不良贷款记录。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已于今年6月批准了老挝商品生产促进基金法令。该法令将为基金管理和促进老挝商品生产提供法律依据，以更好地满足未来的国内需求。6. 甘盟省检查网吧和博彩游戏店。7月8日至12日期间，甘盟省一个特别委员会对全省的网吧和博彩游戏店进行了巡查。该委员会已通知塔区县的所有此类场所停止服务。此次行动分为2个小组，第一组与塔区县的警察协调，协助宣传政令，要求全省范围内的网吧和博彩游戏店停止运营，同时通知各村委会知晓并协助告知村民，监督网吧和博彩游戏店。第二组直接将政令通知塔区县的所有网吧和博彩游戏店，要求他们在7月15日之后彻底停止服务。7. 今年登革热疫情累计3618例，1人死亡。7月14日，据老挝卫生部医学教育信息中心报告，自1月1日至7月13日，全国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3618例，并造成1人死亡。在雨季期间，民众尤其需要警惕登革热。登革热的典型症状包括症状类似感冒，并持续2到7天，高烧可达40摄氏度，关节疼痛、眼窝胀痛，身体出现皮疹、头痛、恶心、疲劳、胸痛、牙龈出血。医生建议，若出现上述不适症状，请务必立即就医，切勿自行购买药物服用。8. 妈妈农场推出红毛丹自助采摘活动。妈妈农场这家有机果园近来备受社会欢迎，因为它推出了红毛丹自助采摘活动，让游客可以在果园里品尝新鲜的红毛丹。成人只需11万基普，儿童只需8万基普。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因为除了红毛丹，农场还提供红心和白心番石榴以及木瓜沙拉供顾客享用。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